傲娇退环境了，这性格惹人嫌，大家都不喜欢了。要我说，现在的二次元就不可能写出一个傲娇角色。总有人说傲娇角色退环境了，确实啊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傲娇角色，要么路边一条无人问津，要么压根儿没有。可当你去问为什么，也只会得到个因为小日子经济萧条，人都活得很压抑，需要更直白的内容。但是有没有种可能，是现在的创作者已经没有办法去刻画一个傲娇角色了？我们看着经典傲娇角色你方唱罢我登场，迎去赞赏无数，前有明日香高调问世，之后丁公四盟发扬光大，再到原版灵集大成于一身。可谁曾想，最后却落得只能看英里里的夕阳余晖。傲娇角色为什么退环境？那是因为很多作者只会耍噱头套公式，新的傲娇角色越来越无聊。大家不喜欢傲娇角色了吗？不是的，只要角色足够有趣，大家就会喜欢。很多创作者那都是所有刻画全部删去，只留下好像看起来是让角色成功的傲娇，导致你只能看到一批完全模板化的傲娇角色，塑造完全不立体的纸片人。作为始祖级角色的明日香，那都是什么描写？除了所谓的傲娇标签，那都是悲惨的童年、要强的性格，想要得到认可，积极表现自己，才会有那种高傲的姿态。而破防之后的样子也很直白，你不会有生硬的感觉，在满足你娱乐需求的同时，还能留下对角色展开深度分析的空间。你看看大伙儿对于明日香和真嗣解读，什么豪猪理论都套上了，用来说这俩人越是想拥抱对方，越是会伤害对方。这样的角色塑造，哪怕不是一个傲娇角色，它也是能成功的，也是能让大家随着剧情发展而喜欢上的。明日香凭借这种角色特色，确实打开了二次元大傲娇时代。不过到夏娜那会儿已经有点生硬了。作为一个经常战斗的角色，她在校园中的生活方式可以说是很割裂了。但是夏娜有充足的背景设定，也是因为这个设定，你不会觉得学生形象和战斗状态在那切换有什么违和。到英里里那会儿真的是傲娇的最后一舞，得亏玩户史明在剧情上设计了个英里里破大方，让大家愿意去品鉴一下这份美味的报仇痛苦。不然我看这英里里真要泯然众人了。大家不是因为角色是傲娇而喜欢一个角色，傲娇是面子，角色在傲娇之下的反差是里子，只有里子写好了才会让大伙儿喜欢你。纯套公式做出来的角色谁看啊？可偏偏现在的作者拿着一份市场调研就否定了角色设计。赤坂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整一个爆的离谱的开头，什么我转生成偶像的孩子，什么超人气偶像在第一集就被刀了，初始噱头是到了，但最后写不好那就是会完蛋的。能让人第一眼就喜欢上的角色创作方式只有角色的外观。你看看02纯靠长相火遍了半二次元，再点开你的群聊，那些天天发丽英图的群友，你问他们有几个知道丽英的性格是什么样？傲娇永远是一道味型丰富甜品的点缀，它可能是撒满了芝士的蛋糕中一点点柠檬，但如果一个甜品只用柠檬，那是不可能卖爆的。你有什么喜欢的傲娇角色吗？或者你有什么特别喜欢的角色属性吗？在评论区说说吧。我是凯基，我想和你聊聊动画。